在干什么？人间。我这个暗河的恶鬼，来看一看人间。长河，你好像比以前更有烟火气了。烟火气？哼，那还是没有。若是沾染上了，也是与你和神医待久了。我只是看着这车水马龙的闹市，就禁不住的在想：平凡的过一生，有意思吗？没有江湖的恩怨杀伐，没有朝堂的算计风云，平平凡凡、柴米油盐的掰扯着几个童子，日复一日的活着。有意思的。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，这样安稳一生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其实已经是一种奢望了。我们不也为了让暗河能够重新站在阳光之下，再争取一线生机吗？让暗河的子弟，不止你我，都能选择不同的活法，而不只是他人的刀刃，暗夜的行者。至于今后怎么活，怎么过，那便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了。若有选择，长河，你会如何？没有如果，即便没有选择，我也会杀出另一条路。说到选择，你真的觉得琅琊王可靠吗？何出此言？他若是可靠，何至于将自己变成如今这般境地？皇帝防着，皇子忌惮着，他这般畏手畏脚的模样，要我说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说了你也不爱听。你不是要和神医去采买药材吗？哎，走吧走吧，我就不投你们一道了。我这个恶鬼才不甘看着，我要下楼去体会一遭人间喽。世人皆知，天启城最好的酒在碉楼小筑，那里有名震天下的秋露白。这秋水小筑的秋水恒，还是第一次喝到。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一月只出一次，一次只出2个时辰，而这秋水小筑的秋水恒，一年只有一秋，一秋只出3日。大家长此行来的正是时候，觉得如何？我不会喝酒。哦，何解？我有时千杯不醉，有时沾酒就倒。酒对于我而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我和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军那些人不同，我不是好酒的江湖客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彼岸的渡船人。何为彼岸？永儿，不要那么紧张。抱歉，师父。哼。大家长，刚才大皇子殿下叫公公为师傅，我确实没想到，我还以为公公的徒弟只有5大剑呢。我自幼进宫，因为生得瘦弱，一直饱受欺凌，直到被派到了雍乐宫，遇到了淑妃娘娘，才算是有人照拂。淑妃娘娘为人和善，待人宽厚，见我瘦弱就劝我习武，还从家族中拿出了一些武书让我研习，其中有一本残谱，名为《虚怀》，我也是看了很多年，才悟出了这一身奇功。淑妃娘娘，便是你的母亲？淑妃是先皇太安帝的妃子，也是我母妃的姨母。淑妃娘娘一生无后，
在家族之中，只和这位外甥女儿走得比较亲近。他自知自己的家族势力不复从前，便托我多多照拂永儿。只可惜，很快我就被派去守皇陵了，只能偶尔离开，传授他一些功法。没想到卓清公公竟是如此重情重义之人。哼，和我是一样的人。大家长还真的是有趣的人呐。哼，上一次你们来到天启城的时候，我便知道，总有一日我们会成为朋友，或是对手。很多时候，成为朋友或者对手，仅在一念之间。卓清公公，我们会成为朋友吗？那就要看大家长需要什么样的朋友了。我说了，我是彼岸的渡船人，而现在需要一艘船。不愧是曾经天启城中仅次于李先生的高手，我见过以气凝冰的，没见过一个眼神就能凝水成冰。苏长河，你提了不该提的名字，是吗？永儿啊，身为大皇子，母家虽然不复旧时荣光，可依然算得上是天启城前5的世家。在皇子之中，只有几个人有资格和他竞争储君之位。二皇子萧崇，同样出身世家，且自小就富有才名，只可惜几年之前被人下了毒治金木卯，无人能治。西皇子萧雨是陛下最爱的妃子所生，自小备受宠爱，只可惜为人顽劣，背后支持他的影宗也已经被你们所灭了。真正有资格和永儿竞争的，只剩下6皇子萧楚河，他背后站着的是琅琊王萧若风。你们的对手是琅琊王？把琅琊王视为对手的可不止我们，他太耀眼也太强大了。可最要命的是，他实在是太骄傲了，所以几乎整座天启城都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对手。整个天启城？是的，陛下如今应当也彻夜难眠。陛下，发生了何事？无妨，估就是做了个噩梦罢了。啊，梦境总是相反的，陛下不必多忧。孤梦见孤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有个人身着铠甲，手持长剑来到我的床前。他掀开剑帐，一剑就刺穿了我的胸膛。陛下可看清
那刺客的面目了吗？兄长，是我来了。没有看见。每一次他出现，只有剑的锋芒是清晰的，面容总是模糊不可见。每一次。是，我做同样的梦，已经足足半月之约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鹤羽药妆天启分装，小神医不让你去药妆布置，竟让你写这包邮纸的封口条，真是大材小用啊！神医说，既是他的药妆，必定要独树一帜，打出旗号。回头啊，让我把南安城的药妆也写上。医患适时，药到病除，一看是鹤羽药妆的药，保准。保准有病还来。是他能想出来的法子。哎，给我来个试试，给我。如何？还2勺花，百糖稀花。你照平日里模样端正着写，别没个正形写狂草，否则今夜写完，明日便小心茶水吃食里有毒吧。切，不说这个，咱们说说正事。天启之水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，如今也摸不透蓝安王的心思，不如黄泉当铺的那些东西闲置久矣，也该见见天日了。不可。为何？那些东西，不论我们选择哪一方，都是我们暗河最佳的筹码，即便是选择中立，亦可做自保之计。黄泉当铺与江湖朝堂皆有往来，里面的东西珍贵异常，一旦大量现世，便会有以白小堂为首的势力探究其底，顺藤摸瓜，抽丝剥茧，暗河的过往、交易、恩仇，极有可能被尽数知晓，风险太大。更何况，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若让琅琊王、大皇子，乃至当今圣上见到这些武器与珍宝，难免不会让暗河成为众矢之的的。局势明朗之前，暂不动它。那行吧。阿爹，我将符卷带回来了。只身。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我们离开剑心冢之后，去了归云山庄参加了九剑会，还一起夺了魁呢。后来去了兴王山，捣毁了连火寨，然后再一路泛舟，这才回到祁雷山。
那边的那个小子，你手中那柄剑，我想看看。啊，好。阿爹，这是他的陪嫁之剑，既是他之剑，也是我之剑。皓雀剑。什么？位列10大名剑之一的皓雀剑。这确实是一柄好剑，只不过我司徒家的人，怕是不足以能握住这把剑。哼！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，萧若风。果然，你是萧氏皇族之人。女儿啊，你是打算招一个皇子回府吗？我不怪你骗我，欺瞒我。毕竟你我江湖之上，萍水相逢，起初留一些心眼也是正常的。可是我是江湖客，讨厌有关朝堂的一切，所以，这柄剑，我还是不要了。一个皇子，每个月都来祁连山一晃，这么羡慕。小二，乖的，在这儿。客官，一壶桃花酿。好嘞。等等，客官2壶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会风寒。你愿不愿意把伞丢掉，陪我拔一回桃？好。我讨厌朝堂权势，却不讨厌你，真是烦人。那我就大发慈悲，许你能常来找我吧。不过，若是你也变成那些弄权之人一般，不讲情义，
我就收回这份慈悲。好，我给你1年时间，若你能留在江湖，那我们便一起闯荡天下；若你还是要回到那皇城，那便一别两不宽，各自不欢喜。苏家家主苏沐雨，诸位很是相熟了。这位是穆家家主穆青阳，青龙使应当见过很多次了吧？而这一位，当然，她不是我们的谢家家主，她是我们暗河的至交好友、手足姐妹，是来自药王谷的神医白鹤怀。药王谷白鹤怀见过2位守护使，若真论起辈分来，这一桌上白神医最高。不必客气。谢家家主，谢七刀没有前来。暗河本堂亦须有人坐镇。七刀叔德高望重，行事果决，他留在本堂，代行大家长之责。琅琊王何在？苏家主很着急。这桌菜再不动筷可就凉了。新月先敬诸位一杯，王爷并非刻意怠慢各位，只是突然有事耽搁了。能留住王爷的事，自然是事关天下的大事。那我们就先等等。是啊，总不会是一些儿女情长，可以理解。请。他们已经到了风雪楼，而琅琊王未到。是的，看来琅琊王并不打算和他们合作。再等等。是。禀将军，大皇子请来的客人已经陆续进天启城了，有一位已在府上。哪一位？典将军，好久不见呀！男爵刀魁，怎么不欢迎？许先生千里跋涉，吃杯茶也是应该的。怎么请了他？许先生爱慕武学之道，想要一观碎天刀法久矣。我请他前来，只是惜才爱才，无国别之贺。就像我仰慕叶牙先生的医术一般。碎天刀法早年被学堂李先生私藏，后赠予当时还是九皇子的萧若风。只要此局一过，琅琊王的私藏便是我的私藏。舅舅，别看站着了。看来琅琊王已经做了决定。那么沐雨，
我们走吧。深夜，看来我们来不及让贺玉药庄名震天启了，明日便离开吧。走。不能走。怎么？难不成守护使还要捉拿我们暗河立下大功一件？告诉我破解药人之术的办法。我要救我大师兄。连月，你心急了。诸位，我们的确有事相求。如今能救唐灵皇的，只有药王谷的白神医了。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。你说要救就救。我们已经帮过你们唐门一次，可你们偌大一个唐门，内里却比旁门邪道还要龌龊。唐灵皇的死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让开！住手！这便是暗河至高武学炎魔掌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殿下，你来迟了。殿下是因为什么家国大事才来晚了？若是说出来，不足以让我们等上这么久，我们依然会走。嗨，不是什么家国大事，只是一些儿女情长罢了。哼。那便值得等，很值得等。深夜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王爷看起来似乎有些疲乏，需要我为你开些调息的方子吗？多谢神医，不必了。诸位，请。所以暗河的诸位，有何要事与我们谈？暗河自昌河接任大家长之后，已重整三家，夷平提魂殿，也斩断了尹宗对我们的牵制。如今的我们，已是一个纯粹的江湖门派。只是过往那些年，我们给江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，想从黑暗之中走出来十分不易。我们原本打算与唐门合作，以唐门在江湖上的威望，来替我们抹平一些障碍。我们本来已经和唐灵皇说好了，可唐门自己生了龌龊，唐灵尊带头造反，毁了我们的计划，让我们白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安王，你说谁才是正，谁才是邪？你们为何不选雪月城？雪月城才是当今江湖第一城。还是王爷高见。要我说，我们两个就应该去挑战雪月城，将他们3个城主打得屁滚尿流。到时候，还管什么世人的什么成见？我们直接就是江湖第一。你说把谁打得屁滚尿流？昌河，你不许说话。也罢，你继续说。曾经的我们，从出生之时起，便是被别人握在手中的剑。如今的我们，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附庸，所以雪夜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所以，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我。王爷乃北离军武第一人，朝堂第一人，你的光芒足够耀眼，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你们想用王爷的名声，让江湖认可暗河？可以这么说。这是利益的交换。我们会救出唐灵皇，治好他身上的药人之毒，也会除掉叶压。至于站在他背后的人，应当也属于皇族。我们会帮助琅琊王，将其势力彻底铲除。北离江湖，波澜壮阔；南城雪月，东城无双，与唐门等一众名门大派共筑江湖的光明与秩序。
可光明之下必有阴影。暗河，江湖中最神秘的刺客组织，一入暗河，此生就是别人手中的刀剑。但总有人在暗夜中向往光明，在波涛中渴望走向彼岸。暗河的潮水也在此时翻涌而上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铁眉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铁眉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
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1时2年后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影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
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语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越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肤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
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解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里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父再来看看了？我师父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啊，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。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个人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
他死了？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事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时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。那是陈和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场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陈和，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应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书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十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，是个不错的理由。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
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托梦。若我拒绝呢？咱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